家好。那我开的刀大概就是林林总总大概有12、13类了。攝護腺是一类，我们把攝護腺当一个器官，大概我们的手术大概85% 是开攝護腺。那攝護腺刚才那个张医师有提到，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攝護腺肥大，对，如果非常大到已经200-300公克，这个时候用达文西是最好的啊。那200-300公克怎么称呢？病人不要帮我自己称啊。那个就是长乘宽乘高哦，就是经过超音波检查，对，长乘宽乘高大约。所以就我了解，我们泌尿道就是肾上腺、肾脏、输尿管、膀胱，可是从这4个部位，欧院长可以发展出12种手术，12类手术。你想它的分工有多么精细？所以我讲说，你把你的疾病交给这样一个技术高超的医生，应该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非常放心的。好，所以再来就是说，12类里面怎么样？对，刚刚讲就是说，攝護腺就是类了，最大一类。对，我简单把攝護腺讲一下。第一个是攝護腺肥大的，对，大概80-90公克，你用传统刮的啦，是，或是用雷射刮，大概没有办法把整个攝護腺都拿掉，效果也不好。对，所以如果说70-80公克啦，100-200公克，用机械手臂是一个好的方式。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讲的攝護腺癌。那另外的话就是有些病人他可能攝護腺癌或攝護腺肥大合并有疝气，也可以一起处理。这个老人家也常见的，合并疝气一起处理。还有些病人就是说他攝護腺切片切了好几次都是良性的，那指数一直高起来。对，这是什么原因？那有些病人对有可能是癌症比较小或是长的位置比较前面你没有切到，那我们可以做核磁共振。如果核磁共振有怀疑的话，我们会跟病人解释，是可以我们叫做诊断预防性的攝護腺切除，就是诊断加上治疗，就把整个攝護腺拿掉以后，整个拿去化验以后，才知道说癌症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个是困扰很多人的一个问题，因为医生给我切不是癌症，可是我的癌症指数又这么高。遇到这种情况，我想问各位观众，你放心吗？你绝对不放心嘛，因为癌症当然希望大家小的时候就处理，不要等到大的时候我们再处理，已经转移了，那怎么办？那就是后悔莫及。所以我想说，这种情况做达文西手臂整个切下来，又可以安全保护你的性功能，保护你的那个进尿，不会尿失禁，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指标跟那个适应症。那还有呢？还有我们就是说有些病人他这个现在就是说我们越开越多，有些病人他这个攝護腺虽然是癌症，而且有可能转移到骨头或是淋巴腺，是，但是转移的地方小于5处。以前认为说这些病人他开刀可能没有用，对，但是他有小病有症状，而且我们这个转移的地方少于5处，我们叫做寡处转移。寡处转移的话，我们现在的趋势也是可以做达文西机械手臂，或是用开放性的，或是用腹腔镜把攝護腺拿掉，我们叫做 cyto reduction， 就是说把大部分的癌症拿掉，把它整个一个体积减少以后，再用荷尔蒙治疗或是放射线治疗以后，控制攝護腺附近的淋巴腺或是转移骨头地方，还是有办法把这病人他的一个癌症控制很好，而且他整体的存活率都可以延长很久。所以我已经颠覆到我的过去的认知了哈，因为一般来讲，我们癌症转移医生一般都是跟你说不用开，其实不是不用开，是没有办法开健保觉得癌症的转移你开什么？但是攝護腺癌症不一样哈，因为今天欧院长提到，现在的目前的世界的趋势就是转移到邻近的，我们好像听说还可以用雄性素的生成剂的阻断剂来做一个完整的包套。好，所以我想对于转移癌症、攝護腺转移症的病人，
也是一个很大的福音啊。今天你只要认识了欧院长，我想这些问题其他医生没有办法帮你解决的，我跟你讲，他都可以帮你解决，因为我认识他啊，超过30年啊。欧医师是一个非常仁心仁术的医生啊，我们下集会讲到他的一个人生观哈。所以我今天主要这个射护线啊，已经得到了这么多的知识，那还有没有你12项技术还没讲完？哦，那个12项技术讲可能要讲12集，讲到我想是射护线我们常有些病人他的话是射护线不是一般的我们叫做腺瘤，是射护线的上皮细胞癌。在有些医院，他认为说射护线的上皮细胞癌就跟膀胱癌是一样的，泌尿道上皮癌，就是要把射护线、膀胱一起切掉。传统是这样吗？对，但您的观念呢？但是如果它是一个泌尿道上皮癌，就讲在黏膜层的一个射护线癌症，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射护线的腺瘤。对，这些病人如果其他地方没有，我们也是可以单独开射护线就好了。用达文西手术开射护线，可以把膀胱保留这个在有些人的观念，他是觉得说一定要把膀胱切除。那我们已经有开大概有6个病人，他是泌尿道上皮癌长在射护线，对，只有开射护线，他还是有办法根治的。但是术后还要密切的追踪。所以这种癌症是它会很快转移到膀胱，所以要做连带的切除。但是以你的技术来讲，是可以保留膀胱，因为保留膀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了，对我们病人的一些生活自主跟方便性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呢，欧院长呢讲到这里，我就觉得非常受益匪浅，因为许多的新观念、新技术，加上达文西手背，你不要看这个手背这样一个它是可以旋转570度嘛，是吧？这个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540度，它这个你看这样子它这个这样转可以转得非常的精细，可以转。我们的手当然没有办法转到那个，对，你的手这样子，你手再厉害，对，你看，所以你看，它可以这样子转，对，这样转，哇，是，而且它你看可以各种不同角度，所以它可以在这个那么细的这个空间里面游刃有余，就是这样子。因为传统开刀我的手进去以后大概很难助手，很难去特别帮忙。所以大部分都靠自己，而且流血也很难止血，都用缝的，都一直用缝的。开刀，一次性开刀非常紧张的。对，所以这个机械手臂大家可以看出，而且这个器械那么长，这个器械是45公分，所以它可以从上腹部跨到下腹部到骨盆腔去，所以它可以开很深的这个位置。那病人很胖也没有关系。所以大家不要以为他是拿这支去开刀，不是啊，待会我们有一个达文西机器的全图，这是一个局部的解剖图而已，所以跟各位讲比较方便讲所以今天呢，我想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找到这种商顾茅庐找到深山深山里面一个宝藏在这里所以我想今天呢这一集我们就把岳元欧教授的宝挖到这里。那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就请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狂医秀就是主要宗旨呢，给各位疯狂的医疗故事、劲爆的医疗常识，以及解决你多年的疑难杂症。这3个是我们狂医秀播出的主要主轴。今天你收看这个影集，3个好处你都得到了。所以呢，欧医师我想他已经不用去做它的知名度的一种提升，它已经非常有名了所以我今天只是来挖它的宝而已那谢谢各位收看，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为止，我们下集再见。同医院站。